甚至俄军战舰被乌克兰袭击，也有可能得到了北约飞机的帮助。北约一直在玩火，也许有一天呢，俄罗斯战机会忍不住要采取一些过激的行动。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美国派 F-35带弹巡逻乌克兰边境的事儿。俄乌战争持续，美国继续在欧洲增强对俄的军事压力。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6月17号，美国空军国民警卫队的2架 F-35A 战斗机携带 AIM-120空空导弹降落在北马其顿斯科普里市附近的一个军用机场。很明显，这是对俄罗斯发出了一个信号，美国随时可以将 F-35投入战斗。北马其顿呢，位于欧洲的东南部，2020年3月成为北约的第30个成员国。斯科普里市距离乌克兰边境大概是700公里，距离黑海上的蛇岛大概是800公里。F-35A 的作战半径呢，基本上能够覆盖到乌克兰南部和黑海的沿岸。北马其顿与乌克兰之间呢，还隔着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这个地方是对抗驻乌克兰的俄军的理想的地点。美国军事观察网站评论说， F-35战斗机是目前世界上仅有的2款正在生产的第5代战斗机之一，与中国的歼20呢并驾齐驱，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以中队级的规模进行部署。而俄罗斯的苏57研制计划还不能为俄罗斯的空天军提供一个完整的兵力单位。F-35主要用于执行打击任务，它的内部弹仓呢能够携带4枚空对空导弹，也适合于用于防空压制任务。外媒认为 F-35A 的这次部署主要是因为俄罗斯的苏57战斗机已经在乌克兰参战。近期俄罗斯的媒体报道，苏57开始在乌克兰执行防区外打击任务，不但在俄罗斯的领空作战，也进入到了乌克兰领空。从战果来看呢，苏57的表现还是不错的，没有传出乌克兰的预警雷达发现过苏57的报道。那苏57能不能对付 F-35A 呢？我认为还是有机会的，因为它的飞行性能比 F-35A 要强，隐形性能略有不足的问题，在作战保障体系的支持下可以得到一定的弥补。另外，俄罗斯媒体也一直强调俄罗斯部署的 S-400防空系统有发现隐形目标的这个能力。苏57战斗机上装备的 L 波段的雷达也能发现隐形目标，这些能力都可以是对美军的 F-35构成威胁。不过呢，俄罗斯一直避免与西方国家的战斗机直接对峙。在叙利亚上空俄罗斯与以色列达成过协议，双方战机不会直接对峙。以色列在空袭叙利亚的地面目标之前，通常会通报俄军，以避免伤到俄军。2015年，土耳其击落了一架俄军的苏24战斗轰炸机。之后，在俄罗斯的综合报复手段的打击之下，土耳其服软，与俄罗斯呢也达成了作战力量不直接对抗的默契。因此，俄军除了日常在领空外拦截西方飞机以外，并没有与西方飞机直接接触对抗的情况。中国的歼20与 F-35有过较量。今年3月份呢，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空军司令威尔斯巴赫在一个智库的访谈节目中透露美军的 F-35战斗机近期至少有一次与中国的歼20战斗机近距离相遇的经历。从他的描述来看呢， F-35并没有发现歼20，可能中美双方战斗机的雷达都没有开机。但是威尔斯巴赫还谈到了中国的空警500预警机，他说这款预警机发挥了重要作用，歼20有可能是在空警500的引导下接近美军 F-35的。这有可能呢是世界上第一次东西方之间的隐形战斗机的近距离的相遇。随着俄乌战争的进行和北约压力的增大，美俄之间战斗机对抗的可能性也在增大。目前呢，北约的侦察机、预警机和无人机每天都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的领空附近飞行，也在黑海上空飞行，甚至俄军战舰被乌克兰袭击，也有可能得到了北约飞机的帮助。北约一直在玩火，也许有一天呢，俄罗斯战机会忍不住要采取一些过激的行动。好，这个话题就说到这里。